你对女人啊越强势越不客气，那这个女人她反而会越尊重你，越是上头啊。因为女人呢，她只渴望你去掠夺她的时间、精力以及情绪。你把这些东西都霸占了，那即便她一开始对你是无感的，她也会慢慢的爱上你而不自知。什么叫掠夺？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啊，女生她不回你消息了，对吧？那你需要去追问她原因吗？不需要的啊。她冷你，你就删她，这个就 OK 了。你把她删了，就是在掠夺女生的情绪。她会去想，凭什么是你把她给删了啊？你居然敢去删她，那这个就是情绪上的沉没成本。那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他一定会再把你加回来，然后想要去发泄完他原本的那口气。那当然了，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掠夺，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。我用一个真实故事吧，好吧，我给大家来边复盘边跟大家总结。有个兄弟呢，他是93年的 IT 行业，年入40多个，谈过4段恋爱。那其中3次呢，都是他被女生给 pass 了，还有一次呢，他甚至是被脚踏2条船。那最近啊，这个兄弟的公司呢新来了一个小人事啊，比他小了10多岁。经过一些小互动之后呢，这个兄弟就对这个女生有了一定的感觉，然后他就用之前的那套讨好，然后付出，然后感化的一个恋爱逻辑啊，他就去追这个女生，短短1个月的时间啊，花了小几个。女生虽然偶尔也会去给他回礼，但是每当这个兄弟想突破关系的时候，这个女生呢就会非常快速的拉开距离。那这个兄弟呢，他也不知道该不该去推进这段关系，所以就有了我的出现。那可能屏幕前会有的兄弟说，像这种女的一般就是钓鱼，可能根本就不值得。让我问大家啊，你说这个女生不值得追，那你就放弃了，那你能保证你以后遇到的每个女生都值得吗？那这个值不值得又是怎么去界定的呢？你其实会发现啊，这些答案都还蛮模糊的。所谓的不值得、不合适，其实都是逃避的借口。你应该做的是享受关系的同时，再去纠错、去总结、去归纳、去内化。你要让自己变成强者。那即便你以后遇到的每个女人，她就算都是别有用心的，那你最后呢，也能取得你想要的结果。OK， 说远了啊，我们再重新说回这个故事。那这里呢，这个兄弟又给我发了一段近期的一个聊天记录。当时啊，这个兄弟这么说的：这部电影评分还不错，晚上要不一起去看？这女生直接回复了说：我约了个闺蜜去逛街。兄弟回复说：缺个跑腿的不？那女生直接回复说什么？不缺拎包小弟，缺个买单大侠。兄弟当时直接居然就回复了说：那我来了。那兄弟这里呢，其实犯了2个大错，这也是大部分男人最常见的一个问题。第一，缺乏内在的吸引力，所以只能靠物质价值去维系女人的一个好感，这种方式只会滋生女人的贪欲。第二，内心懦弱，他不敢去拒绝要求啊，这2点加在一起就塑造了一个供养者形象。那当然了，这2个问题虽然大部分兄弟都会犯，但是也不算太严重。所以当时我就在跟这个兄弟签完协议之后啊，我花了大概1周多的时间吧，帮他梳理了一些自身的问题，同时也在给他搭建自身框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挑一段兄弟出师后的一个聊天来复盘，好吧？那这一天呢是周末，兄弟还是按习惯去约了女生啊，他就问女生说：明晚我订了餐厅，离你1公里，走吧？女生过了一会儿呢就回复了说：可以，那到时候你来接我哟。那这里呢，女生其实用的是一个命令的口气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啊，兄弟之前确实有点把这个女生啊给宠坏了，是吧？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兄弟这一次呢，他不会再放低姿态了。我们直接怎么回复的？走10几分钟对你很难吗？你家门口那一家很堵OK， 这个就是兄弟的第一次掠夺，掠夺的是女生的一个高姿态。毕竟兄弟的拒绝合情合理，我都把餐厅订到你家门口了，你连2步路都不想走，那接下来我怼你，你也没有资格反抗吧？所以看出来没有啊？付出的人从来都不是低位的，只是你不敢提要求，不敢去拒绝而已啊。女生这一次还又回复了，她说：那还是算了吧，今天我反正也没啥胃口。那女生这里是在干什么？她在逃避，因为她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为什么兄弟这一次突然变得这么的强势？他是需要时间去缓冲的，但我们肯定是不给他机会的啊。所以说兄弟这里是这么回复的啊，说行，那我叫别人了啊，直接告诉这个女生，我对你好不是因为你很特殊，而是因为刚好轮到了你，我有价值，但给不给你由我决定啊。当然了，因为兄弟之前确实软弱了太久了，所以这一次的反击肯定会引起这个女生的一个抗性，那她接下来就只会有2种反应。第一，要么生气吵架，用情绪去压制啊，要么呢就是以退为进，逼兄弟让步。那女生这里是怎么说的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她说：本来下周还说单独请你吃顿饭的，还是算了吧啊。那有过钓鱼经验的兄弟都知道啊，你想钓到一条大鱼，那就得打窝呀。那什么叫打窝呀？
low 一点的呢叫做以小博大。很显然，女生她非常的聪明，用一个莫须有的邀约就想着反向来试探这个兄弟。不过兄弟呢，他已经吃透了相处的逻辑了，直接怎么回复的呀？别，我这人骨头硬，吃不了软饭啊。这个呢就是兄弟的第2次掠夺，掠夺的是这个女生的安全感。因为在女生的视角里面，兄弟还是那个就是毫无框架的那个弱者，是吧？即便他现在闹再大的脾气，就跟小孩胡闹一样的嘛，哄一哄可能就好了。所以兄弟这里直接果断的撤退，他直接打破了这个女生的安全预期，让这个女生真真切切的感觉到了危机。OK， 这个女生当时又怎么回复的呢？她说：“真的吗？其实我还从来没给男人亲自下过厨呢。”兄弟们，换作是你们，是不是把持不住？这个女生很显然，她真的是一个高手，否则怎么会让我们的兄弟在短短1个月内花那么多？她直接打中了男人骨子里的占有欲和征服欲。就这种独一无二的感觉，就是女人征服脆弱男人的最佳手段。不过兄弟现在呢，他的内核已经稳得像个300斤的胖子，一点都不带犹豫的，直接回复说：“咋的？你就这么想当个贤妻良母吗？”直接把框架反抛了回去，让这个女生不得不去证明自己的态度啊。那女生呢，她这里其实还在拉扯啊。她说：“这不得看你表现吗？你表现的好点，我也不是不能当个贤妻良母呀。”潜台词是不是很明显了啊？你还要多付出一点啊，你多主动一点，我才会考虑跟你在一起。所以兄弟他当时直接是怎么回复的啊？他说：“刚刚忘记跟你说了，我不仅不吃软饭，我还不喝绿茶。”这个就是兄弟的第3次掠夺。掠夺的呢，就是这个女生的反抗心理啊。我把底线摆在这儿，你要么接受，要么呢就拜拜啊，没有第3个选项。当你把你的态度明确到底的时候，那整个世界它都会顺着你的，知道吗，兄弟啊？更何况是一个女人呢？不过我当时呢，还是建议这个兄弟不仅要放狠话，更是要把这个女生呢，就是给拉一下啊。兄弟他一开始其实还蛮担心的，说如果直接关小黑屋的话，会不会有点过火？很多兄弟啊，你们要知道，你们要相信我们对你们感情的一个把握度。这个女生她之前可能生活的确实也还不错，但是呢，她的圈子在我们接触之后，我们就发现，其实这个女生呢，之前可能是一种处于小唠唠的一个状态啊，但是呢，她其实整个圈子在我的了解下呢，也没有说哪个男生从一开始如此之真诚，还愿意给她付出那么多啊，所以我当时就告诉兄弟，我说再高明的话术也比不上4个字：知行合一。你不仅要说，更要勇敢的去做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所谓的强男，你会发现他们回女生的消息都是随手一发的。但是女生呢，就是对他会很上头，原因就在这里啊。这些强男呢，会把所有的话术技巧全部内化成自己的框架，最后呢，变成他们自身的内在吸引力。那后续也不出我所料啊，女生在第2天一早呢，就把这个兄弟给加回来了，而且还主动的问兄弟说：“我下午想要去逛街，缺个帅哥一路，要不陪陪我，就当帮个忙。”知道为什么这个女生加了兄弟后，不仅不去质问啊，反而呢，还主动给这个兄弟台阶吗？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兄弟经过之前的拉扯博弈，成功的推翻了自己以前的那个弱男形象，而这种强烈的转变呢，它就会让女生感到好奇。第二，从前面的拉扯呢，能看得出来这个女生其实非常的聪明啊，而对于这种有自知之明的女生来说，服从于一个层次比自身高的一个男人，其实这件事儿并不可耻的。相反，她还会主动的向高层次的男人去示好。第3，这是女生对兄弟的一次小小的试探，她想看看兄弟在线下的具体行为到底是不是跟线上一样的强势。那后续呢，兄弟也是在我的提醒下，在线下的整个交流接触的过程中，全程都保持了很好的节奏和框架。最后2人在约会结束之后呢，是这个女生主动去牵的这个兄弟的手。到了这个环节，兄弟跟这个女生的关系其实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，对吧？那现在呢，这个兄弟在关系中已经掌握了绝对的主导权，所以后续我们花了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啊，他就跟这个女生顺利的在一起了想到这儿就可以了啊。很多细节没有给大家讲出来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理解一些底层的东西。底层是什么？还是那句话，弱男去钻研情感或者技巧，强者只讲人性。我是焦哥，下期见。